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说到银耳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被誉为穷人的燕窝。它口感滑嫩爽口，而且营养丰富。相信大家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买回来的银耳，在煮之前把它泡发开，不仅泡的时间长，还煮不出胶。今天小颖就分享一个银耳快速出胶、浓香软糯、汤汁粘稠顺滑的小妙招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个干银耳，选购时我们要挑选形状规整、没有开裂、没有发霉变色的银耳。如果银耳颜色过于鲜艳，那就不要买了。把银耳放入碗中，加入1勺白糖，倒入清水，水刚好可以昧过银耳就可以了。浸泡的时候记得把银耳根部朝上，这样才能够保证全部浸泡到。下手搅拌均匀，加白糖可以促进银耳吸水，使银耳快速的泡发。建议用冷水泡发银耳，如果用热水泡发的银耳，虽然会膨胀很大，泡发的速度非常快，但是会使银耳中的营养成分流失，导致煮出来的银耳不太容易出胶。所以提醒朋友们要用冷水泡，银耳全部浸泡在水里面，让它充分的泡发15分钟。准备好的红枣放入碗中，加入1勺面粉，再倒入少许的清水，把红枣抓洗干净，因为红枣表面的脏东西更好的清洗出来，所以清洗的时候加入少许的面洗会比较干净。倒入清水把它洗干净，尽量多换清水清洗2遍，这样会更加的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。我们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然后顺便去除大枣的枣核。大家也可以用一根吸管把枣核去掉，不过我觉得用剪刀剪掉会更加的方便快捷一些。剪好后先放一旁备用，再准备一把桂圆，把它放入碗中，倒入清水，把它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莲子和百合，把它放入碗中，倒入清水，把它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另一个碗中，再倒入清水浸泡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泡发的银耳，哇，好漂亮！泡发的又大又软，效果很不错。银耳泡发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清洗干净，但是很多人就直接用清水清洗几下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单纯的清洗肯定是洗不干净的，所以要加1勺的面粉，再加1勺的食盐，把银耳抓洗干净。食盐可以有效的杀菌，而面粉可以吸附表面的杂质，这样洗出来的银耳才更干净。就这样轻柔的抓洗半分钟左右，里边的杂质颗粒都被面粉吸附下来了。再用清水冲洗几遍，把面粉完全的清洗干净。现在看看这样银耳洗得非常的干净了，一点污渍都没有了。然后放入盘中，我们先用剪子把银耳的根蒂剪掉，再撕成小朵。银耳炖煮的时候，尽量撕成小一点的小块，块撕的越小越容易出胶，吃着口感也更好。因为银耳的胶质就是从我们撕碎的边缘流出来的，撕的越碎，与水的接触面积就越大，煮的时候呢，也就越容易粘稠。
全部撕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2个公鸡顺产的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接下来准备一口砂锅，我们把银耳倒入锅中，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它煮开。中途我们最好不要去加水。煮银耳选锅也很重要，最好是选用砂锅，因为砂锅导热均匀，散热又慢，最适合用来煲汤。煮开以后再转小火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先煮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把锅盖打开，然后用勺子一边推一边搅动，不停地搅动1分钟左右。这样可以使银耳之间产生摩擦。把莲子、百合、桂圆放入锅中，再次盖上盖子，继续转小火煮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再次打开盖子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银耳会变得越来越透明，汤汁也慢慢的变得粘稠。用勺子多翻动一下，这样可以使银耳快速的出胶。然后我们将红枣倒入锅中，再加入1块的黄冰糖，继续用勺子不停地搅动一下，把红枣全部浸到汤汁里面，不停地搅拌会加速银耳的快速出胶。继续盖上盖子煮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再次打开盖子，继续用勺子搅动一下。这个时候的汤色已经非常的浓稠了，闻起来也有一股清香，要不停地搅拌。大家看一下，胶质已经出来了，看上去也很有食欲。有一句老话说的，想要甜就放点盐，最后可以放一点盐，这样更能够突出银耳羹的甜味。一锅浓浓胶质的银耳羹就熬好了，把它盛出来放入碗中。这款银耳莲子羹呢，它吃起来口感 Q 滑，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，稍微放凉或者冷藏之后，就会变得更加的粘稠，口感更好，吃起来与燕窝相似，所以银耳也被称为是我们老百姓吃得起的燕窝。这道银耳羹的做法也非常简单，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